现在已经进入4月下旬了，你看这个河边的这些美人蕉，还是开得真旺，非常灿烂，很漂亮啊。河岸边有很多芦苇，有些已经长高了，不知道是营养不良怎么样，好像都是枯萎的状态。正好在这个桥上可以看一看两边的这些高架桥，车水马龙的，还是非常的繁忙的感觉。现在呢，我要骑上桥，这座桥叫林头大桥，桥的下面就是潭州水道了，外面呢就是潭州水道，对面呢都是一个人的房子。这边鸟的叫声各种各样的，非常悦耳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再一次开启佛山北教之旅啊，从祈福新村那边出村，顺着中运路，然后呢从广州公路骑到北教区转转啊。我在村里准备出村，先只是开个头啊。我们接下去呢就到北教附近再录了，一会儿见。好，现在呢我从祈福大道的大门出来啊，我们就是直走，直接去中运路。现在我从中运路呢右拐到这条静心路上，这里就是中村街道的中心区域了。它也进行了很多改造，把以前的一些农民的土地呢集中起来，建了一些商业的低矮的楼层的房子，其实都是一个社区，只是大马路呢就留出作为商业用途。这个大概是这种城乡结合的地方的发展的模式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村民们呢也从他们的简里来到了城区，他们的房子呢是变成了楼房。骑过了中山路我还是在这条静心路上再骑的。这边呢依然是中村街道，可以看到这个马路两边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居民小区了，虽然看上去模样比较普通。原本呢就是可以从中运路一直骑下去，到了平山冲那边呢就直走，就接上了广州公路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到了这边来了，大概我心里头还是想着要骑一段河边的马路吧。终于呢还是绕回到这条盛世河边上来骑行了。从这边走呢我就知道了，到前面左拐到平山冲或者叫平山河的岸边，经过平山冲，然后呢那边有一条水闸的通道，过了桥呢就到了都纳村，从都纳村那边再出去那就是顺德地界了。那条大道经过一条桥就去到北教了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打算那我们就在比较安静的河边的小路缓缓而行，从这边呢去到都纳村去。
稍等。到了这边呢，好像心情放松了很多。不但有这条小河，绿化的很好的小河相伴。你看啊，这个右侧望出去啊，都是一片绿色。这都是一些农田啊，但是貌似都是荒废的样子。昨天呢，我就骑着这台小车骑到了石桥水道边啊，就是修了一下这个小车以后，比较长距离的去试着骑行了一番。今天呢，基本上是延续着昨天这样的模式，就是缓缓的骑行，只不过呢，找了一个相对更远的地方，就是佛山的顺德区的北窖新城以及河边的一些道路啊，去随意的转转。左侧这边就是一个林场，培育那种小树的地方。今天气温27、8度，虽然出着太阳，还有点风，相对来讲比较好骑一些。当然，我也带了3支水啊，相信应该够用了。现在已经进入4月下旬了，你看这个河边的这些美人蕉，还是开得真旺，非常灿烂，很漂亮啊。这里是一座小桥，我们经过这个小桥，继续在河边骑行。圣石河，这边呢应该就到头了。现在左侧转过来呢，就是平山河。这条平山河呢，我一般都在对岸骑的，对岸那边呢多一些绿色，对岸的马路呢也做得比较好，时不时会遇到一些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。但这边呢，貌似还没有完全把它修复好。这个河岸边上，我看有很多的类似这种乡办工厂一样的房子。刚好这边有些阴凉啊，所以骑起来更加舒服一些。
这条滇南的马路树木还是非常的茂盛的，骑行在这个马路就好像穿越一个树洞一样的。河岸边有很多芦苇，有些已经长高了，不知道是营养不良怎么样，好像都是枯萎的状态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是平山枢纽了。头顶上有很多的立交桥，走车的，还有走高铁的等等。我的左前方呢，就是平山村了，就是一条村。河里还停了一只龙舟。对了，这边有座小桥啊，一样是一通到对岸去的，所以我就还是借这条小桥过江了。这是一座便桥啊，只能是单车、行人，也包括电动自行车可以通过。正好在这个桥上可以看一看啊，两边的这些高架桥，车水马龙的，还是非常的繁忙的感觉。好，现在我从这个小桥骑下来，会经过幸福村的一个闸口，然后我们顺着河边继续往前走。好，现在我从幸福村这个水闸开始沿着平山河继续往前骑行。这地方呢，我骑了很多回了啊，但是现在它就在河边，所以我还是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虽然这个景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头顶上呢都是一些高架、高速公路之类的。原本呢，我就是想从前面那个水闸上面那座便桥过来的，但我已经提前在另外一条便桥上过来了。我的右侧这边的村庄啊，应该就是多纳村。这里农民的房子应该都宅基地啊，但是规划的还是整整齐齐的。原来还是农民的自建房，看来呢也比较整齐，大小都差不多啊。虽然我是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做错的，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再拐回来。
这个村里的河道弯弯曲曲，有时候你真的一不小心就不知道拐到哪去了。这里有个小公园，很多人在这边摆摊呢。你看啊，左侧也是他们多纳村里的一个市场，自产自销的地方。他们也有一些简易的生活超市。这边应该走的没有错，我已经看到了多纳村的牌坊。这边是村民委员会的购车。应该没有错了啊。其实这样走去北教呢，稍稍有点麻烦。刚刚走外面大马路其实更快，但是这样呢也可以避过一座大桥。这是多纳村了。这条就是广州公路了啊，就从广州经过中山去到珠海的一条比较老的马路。左侧里面呢全部都是碧桂园了，也有个很大的牌坊叫三桂牌坊。这也是国道105，现在开始骑上桥去了。这是一条蛮长的桥。现在差不多骑到了桥顶了，桥下面应该就是城村所在的，但是那头骑过来的。前面呢就是丽江的一个城轨站，是广州去到珠海的一条线上的一个站。现在我顺桥而下，然后有一列火车经过，前方是广州西线高速。现在这个右上方呢，就是丽江的这个车站。路牌上指着左侧是丽江村，去过很多次了，有拍过一些视频。如果今天回程的时候还是原路返回的话呢，就会再到丽江村里面去转悠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就打算直走。顺德呢是做家具出名的，我看右侧有一个展览馆，我看叫什么方毅红木家具体验馆，但是现在好像家具生意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这里有路牌，我要直走去北教、大洋、珠海方向。
这里原本应该是有一条行人的道路，但是这个马路上面只是对大车开放，就一直是一个闪灯的状态，是没有绿灯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转到了这条广州公路上，向着北调的方向来骑行。这边呢是广州西线的路口。这边呢是高速公路的出口，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都要特别当心。这条公路上面竖了很多牌子，北校大梁继续往前走，如果去长城呢就右拐。右侧这条大马路呢就是向长春，我现在继续沿着广州公路向南骑行，前方应该就是北调了。右侧有很多家汽车的 4S 店，我看大部分都是国产车了。这里是地铁南充站7号线地铁跟广州7号线是连通的。右侧这些房子呢都是碧桂园的，应该是比较早的作品了。幸好看了一下地图，否则差点也走错了，走到碧桂园的屋村里面去。现在呢，我要骑上桥，这座桥叫林头大桥。过了桥以后呢，才能右转到美堤大道，然后就可以顺着潭州水道岸边的路来骑上。桥的下面就是潭州水道了。这条叫君兰大道不是美堤大道。这边有一个君兰河岸公园，我们贴着这个公园去走一段吧。君兰河岸公园，这边有个简单介绍，我们稍微来看一看君兰河岸公园位于北调镇林头大桥西侧，是这么一个地方2013年9月建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河道去走走看上去还是一处挺美的河边的公园。非常开阔的一片河滨公园没什么人，所以这边正好可以缓缓的骑行一下
这个满地啊都是飘的这种棉絮啊，应该是木棉花的这种棉絮吧。哦，还有人在这边开餐呢。其实现在广州附近啊，包括顺德地带，这种休闲的绿地是越来越多了。几乎每一条主要的河道边上都是绿地，休闲的设施呢已经足够了。那你看也没多少人来，你可以说是一种浪费摆设啊。当然，它确确实实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休闲的地方。只不过呢，我觉得大家还没有这种心情来欣赏或者体验这种休闲的生活，大家还没有到位，还想着怎么能够挣点钱，更关注的呢是眼前的生活。你看啊，这边有个很漂亮的亭子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外面呢就是潭州水道，对面呢都是碧桂园的房子。这边鸟的叫声，各种各样的，非常悦耳。在这样的河道边上，绿地之中骑行真的非常放松。只要天气没有炎热到就是让你冒一头冷汗的话呢，我觉得时不时到这种水道边上的骑行应该是非常惬意的。不但可以独处放空，在这样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环境啊，就你可以去做一些思考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什么也不想，就是慢慢的骑下而已。所以这种环境呢，我觉得难得啊。但是主要还在乎你愿不愿意时不时到这种地方来消磨一下时光。好了，我今天从吉福新村骑到了顺德，叫君兰大道旁的这个君兰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绿地公园啊？那我们就把这一段呢先分享给大家。等一会儿我们继续在这边转悠一下，找个地方休息休息，然后我们准备骑到北窖新城去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